苗副主编，这是我通宵看完的稿子和初审意见，请您过目一下。你给我看这个干嘛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现在这件事由我跟小鸟来负责了。你华理看了吗？洛河神书毕竟是我签下来的，不论如何我都不会甩手不管。如果你看完我的初审意见，觉得我没有给你们拖后腿，我也可以洛河神书、华理2个项目一起做，我会努力把每件事情做到最好的。是吗？给我看看。喂，哎，周川老师您好，我这边有件事情想请您亲自做决定。嗨，周川老师，这么快就到了？哎，外面下雨了，没来淋吧？好。小鸟，赶紧准备咖啡啊！好。啊，您请，请。哎，周川老师，请。你要打电话给我说你们为了争洛河神书的审稿和责编署名，趁着鸡飞狗跳的。哎呀，看来周川老师的消息还是挺灵通的。是，在我们社里啊，关于洛河神书这个作品的责编归属问题啊，确实是有一些分歧。怎么说啊？是这样的，洛河神书这个作品，在我们圆月社，是在非传统文学领域的里面，是个新的尝试。社里面非常的重视，当然给我们的压力也很大。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，要想把这本书卖好，从初审工作上就不能放松，一定要找有经验的编辑来做这件事情。好，你看啊，我现在手下呢有2个小编辑，一个呢是初理，您应该认识了，原来是金融专业毕业，没什么经验。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袅袅，杜袅袅。周川老师您好。小鸟啊是学编辑专业毕业的，有一定的经验。我认为啊，在初审这个工作上面交给袅袅，哎，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然后我呢来做这本书的责编，但是我这么一说了以后，初理就不是那么高兴了。是啊，所以就得请您来给评评这个理。像您这么好一本书，这么重要的一个项目，怎么能交给初理这样没有经验的人来做呢？这么说，好像是这么回事啊。是的。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吗？周川老师，我一直是您的读者，您的《东方乙文录》我看了就不下3遍，每一次看都觉得您不愧是书香门第出来的，周老先生也是后继有人了。书香门第，后继有人，简直是少年天才。老苗啊，哎，各个出版社各形各色的编辑，我打过不少交道了。我一直以为你们这一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谁签回来的书，责编就是谁，是不是？然后从书的项目成立到审稿，到封面设计，到最后的发行宣传，都是这个责编一个人包办。洛河神书的责编是你吗？我说是你了吗？周川老师，我呢也是本着对你的作品认真负责的态度才接下这一本书的。毕竟嘛，这么重要的项目，不能交给像初理这样，刚来社里没多久、经验不足的这么一个新人吧？新人啊，一个新人签下了你没有签成的合同，然后你现在把人摘干净，
这不太好吧？还有啊，别再1次、2次、3次的说什么书香门第、父子传承。我们家老头觉得我跟他不是一路。我周川不是什么天才，就是一个3流垃圾快餐文写手。这是我们老头子的原话。周川老师，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？意思我都说得非常清楚了。如果你们要搞什么办公室斗争的话，我管不着，但是别把主意打到我头上。这本书的责编只能是处理。如果余姚做不了主，我就需要上面的人来做主。话我说完了，苗副主编，再会。哎，周川老师，你看。伞呢？忘了。周川老师，等等，干什么？那个洛河神书，你能不能用我当责编啊？如果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不需要责编。我说不需要，就不知道争取我一下。那个周川老师，我知道你来这里跟老苗说了什么，他都发朋友圈了。但是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呀？我真的很想当洛河神书的责编。考虑一下你，那你拿什么来换？用我国际金融专业全 A 的那份优秀，用我这20多年来的认真和努力。行，那就考虑一下你。真的吗？哎，等等，周川老师，其实开头我已经编校了一小部分，我上去拿给你看，你就等我1分钟，1分钟就好，不要走啊。哎，人呢？我们都淋雨了，你擦擦头发，然后喝杯感冒灵驱寒吧。谢谢阿夏。书里，我刚才看手机，女主编在工作群里公布了洛河神书的初审由你来做，而且由她亲自带着你审稿，并且联合署名。而且这本书的责编是你，是周川老师亲自指定的。恭喜你啊，初里，能让周川老师钦点。犯错的小孩，心跳忽然多了1拍。当你看过来，当万物皆可爱，怎么只有自己奇怪？ I've got a million ways， 却说不出来。我的理智明明一直都在。臭狐狸，臭狐狸，臭狐狸！出头1个礼拜，好像你并不意外。你又发什么疯？是不是有好消息啦？ 责编权了，还是周晨亲自指定的。
我就说吧，周川肯定向着你啊！你看他人多好，你得好好感谢他，跪地叩谢的那种。倒也不必。臭猴子，翻脸不认人是吧？对周川老师最大的报答，就是让他的书大卖，卖到印刷厂倒闭。还算你有点良心。就这，不请他吃顿饭？周川老师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是来还您借给我的这把伞的。我借你的。我为什么要借你伞啊？啊？所以说那天你把这把伞放在门口，并不是借给我，只是单纯的觉得伞太重，还是说你想做一回大雨中狂奔的青春少年？好好说话。对不起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把伞不是借给你的，是借给老苗的。老苗，你们俩是那种你值得为他淋雨，还给他留把伞的关系吗？那我俩是那种值得我为你淋雨，还为你留把伞的关系？老师，喝水。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顺道聊一下稿子上的问题啦？好，你说吧。您的主角按照顺序打怪，前面说老大是只怪鸟，老二是只乌龟，老三是只白虎，老四是条龙。怎么到后面提到老三的时候，白虎就变成九色鹿了？到底是白虎还是九色鹿啊？哪处描写多，改动麻烦就保留哪处。还有，前面你说男主他娘因为病重死了，为什么到后面他娘又突然出现了？那就把他娘死了这句话给删了。以后不是这种原则性问题啊，这种鸡毛蒜皮的小瑕疵你就不用过问我了啊。等等，周川老师，其实有一个原则上的问题。您的这本小说，体量严重超标，能不能麻烦您删掉10万字？10万字？那这本书你干脆别出了。I know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打你电话又不接，我就问了小白，小白说你在这儿。删10万字的事儿你就别想了，就给了这么点羞辱人的保底硬说，还想让我们的大胖儿子减肥，真是做梦。你先别生气嘛，身为编辑，我只是给你建议，具体要删哪儿、怎么删，还是您自己做主。还不错啊。谢谢老师夸奖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不过是不是多的有点太触目惊心了？这一整张都被打成了大红叉。哇，力透纸背，
有些地方甚至还被划破了。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包含有情绪的大红茶。怎么是我写的东西太难看，让您很生气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情节前后出现了2次，我觉得怎么着至少删掉1次吧。不懂创作规律就不要乱说话，我所有的安排都是有我的原因的。除了有大红叉，你在这儿画了个打哈欠的小人是怎么回事？是我写的东西太无聊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看这一章的时候体力有些不支，太累了。我写的东西让你看睡着了？没有，我没有睡着。如果我们不消减一些内容的话，这2本书就会做得太厚，太厚的话，价格势必就会往上调，到时候可能会影响读者的消费购买力哦。这我倒是没想到啊。继续说。多出来10万字的话，一页纸正反2面都印500字，那就会多出100页，价格要调个10块钱左右。我们都想把这本书卖好，到最后能不能有所取舍？不愧是学金融的，钱上面算得挺快。我一定会学以致用，势必把这本书做好。对了，边教我已经寄了1份去你家里，你只要把想删除的地方做上标记就行了。但是作为编辑呢，还是个门外汉。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。迎合读者就是作家走向坟墓的第1步。我真是进了出版界才知道，做编辑和做班主任差不多。当着家长的面教育他养出来的孩子，分分钟要被大巴掌甩脸，尤其是遇上某位不讲理的作者，根本话都说不通。某位作者是在说周川吗？可不是，我现在抱着他的新书，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深夜时，恨不得爱怜地抚摸着那厚厚的打印稿子，安抚鼓励孩子别怕，减肥，你就能大卖。岂有此理！坚决不删。删！我倒要看看你让我删些什么东西。没想到给周川老师编教1本书，我竟然老了10岁。喂，亲爱的周川老师，你看到我给你发的邮件了吗？我建议删除的章节真的是……删了！写着我意见的邮件已经给你发过去了。谢谢亲爱的周川老师，您真的是明察秋毫，英明神武。喂，喂。